婚后第7年，顾恒和公司秘书在酒吧公然接吻。我转身离开后，他给我打来电话，朋友之间碰一下而已，你给我甩什么脸色？我还能听见那些朋友们的调侃，说我今晚又要吃醋，求着顾恒不要分手了。电话挂断前，顾恒告诉我，如果不道歉就不会再回家。可我这次不在乎了，不管他是否回家，也不管他是否和我离婚。3分钟后，我发了个朋友圈：永远爱自己，允许任何人自由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打开包间的一瞬间，顾恒和他的公司秘书正被起哄着亲吻在一起，周围的人都鼓着掌，喊着再亲一个，再亲一个。足足在门口站了10秒钟，面前的2人才缓缓松开对方。远远的，我还能看见那个我法律上的老公嘴角勾起，而他对面的江柔一脸的羞涩，佯装生气的打了打身旁还在起哄的好友，说什么呢？林哥有老婆的，要是游戏没输我才不亲呢。说着，江柔不忘记微微回头看了眼后侧的顾恒，看他听见那番话后面色如常，松了口气，转身时终于注意到了站在门口的我。嫂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江柔被我的出现惊得瞪大着眼睛，不知道是不是想到刚刚的事情，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。桌子底下，江柔拉了拉顾恒的衣袖，他以为这个小动作我不会看到，可桌子是镂空的，江柔和顾恒的拉扯全被我尽收眼底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刚还在起哄的那群人现在面面相觑，顾恒紧皱着眉头，这是他不耐烦的表现。果不其然，见我不回答他的话，顾恒直接跨过桌子来到我的面前，说话呀，我问你呢。透过顾恒的肩膀，我还能看见江柔眼底的挑衅。也是，公司里谁不知道这些年一直都是我追着顾恒在跑，这段感情里我们本来就是不平等的。看着面前这个从小喜欢到大的男人，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好累。爷爷让我带你回老屋一趟。顾恒不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和其他女生动作亲密了，似乎看着我为了他伤心哭泣，顾恒就会心情舒畅一样。同样是这个酒吧，上次来时却是顾恒主动打电话让我来的，不同的是那次好友们起哄的对象是我。嫂子，只要你喝了这瓶酒，我们就放顾恒回家。面对那群人的刁难，顾恒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饶有趣味地笑着看我，他是故意的。那时我想转身离开，顾恒却在我的身后开口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再想看到我。还没迈出去的脚顿在原地。我有胃痛的毛病，顾恒是知道的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缓缓拿起酒瓶，一口接着一口，辛辣的气味在我嘴里蔓延，胃也接着开始绞痛，心脏就像是被人揪着一样。半瓶酒下肚，我已经开始不省人事，整个人痛得在地上满头大汗，连顾恒身边的朋友都有些担心。可我所谓的老公却冷着个脸俯视着我，嘴上还在冷笑，丢人现眼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见顾恒带着那群人赶往下一场派对，还有顾恒对着手机那头的助理讲出的冷冰冰的话，把人给我送回家。从前的回忆在这一瞬间侵袭我的大脑，我回过神来，不等顾恒回复，径直绕过他走出酒吧。爷爷的话我已经带到了，至于去不去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在顾恒面前，我从来没有对他甩过脸色，这大概是结婚以来第一次，以至于我都已经出了酒吧，顾恒还站在门口呆愣着。人刚上车，顾恒给我打来电话，朋友之间碰一下而已，你给我耍什么脸色？
顾恒开口的第一句就是对我刚刚动作的质问，没有提前打声招呼就走的行为，好像让他有些丢人。我心里泛着酸，原来朋友之间都是可以亲密到这个地步的，那我们之间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朋友？电话那头，我依稀还能听见他那群朋友的调侃。等顾哥回家，嫂子又要抱着他哭了。谈恋爱的时候求着不要分手，结婚了求着不要离婚，太搞笑了。小声点，顾哥还在打着电话呢。他们都说，看一个人是否爱你，就要看他朋友对你的态度。明明一直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，可是一直都被我有心忽略。回来给江柔道歉，你让他很尴尬。你要是不回来道歉的话，我是不会再回去的。听着顾恒一如既往对我威胁的话，我只觉得好笑。随便吧，如果从前这些话可以威胁到我，那是因为我爱他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挂断顾恒电话后，我拿出手机，江柔在我离开后也发布了一条朋友圈，图片中是一个男人端着酒杯的手，配文：有的人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。和顾恒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一眼看出来图片中的主人公是谁，更何况他的右手还戴着我们结婚时的戒指。我以为自己不会伤心了，但是看见这个朋友圈时，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顾恒的点赞图像映入眼帘，我也跟着点了个赞。评论：尊重祝福。手上的钻戒反射着光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我把它摘下，戴久了都快变成紧箍咒了。时隔3年，我再次发了一条新的朋友圈：永远爱自己，允许任何人自由。翻看了一下上一条记录，那还是我和顾恒的结婚照。照片里，我笑得很开心，眼中全是顾恒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他眼底全是不耐烦。晚上，我早早的洗漱完上床，这次我没有给顾恒打电话，更没有给他留灯。刚结婚那会儿，顾恒天天忙着公司的事情，回来也晚，我都会给他做好饭菜放在桌子上等他回来。开门的一瞬间，匆忙跑过去，等待着他像寻常夫妻一样抚摸我的额头，然后夸我的手艺。可顾恒只是黑着个脸，径直绕过我。看到桌上准备的饭菜后，紧皱着眉头：怎么，应付完客户还要回来在饭桌上应付你吗？我被顾恒的一句话说得呆愣在原地，没有想到他会用应付2个字形容我们的关系。尽管心中失落的不行，脸上还是维持着笑意。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吃饭，想着你加班累了，不要自以为是。那是我婚后第一次等待顾恒回家，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太累了，现在想想还是因为不喜欢罢了。所以哪怕我只是在客厅为顾恒留下一盏灯，他都会为此觉得我多事。半夜，顾恒突然回来，刚一回头，他直接压在我的身上。透过月光，我还能看见顾恒脸上怒气冲冲的模样。不等我开口，密密麻麻的吻落在我的身上。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想要给我生孩子，让爷爷来威胁我？你成功了，苏延清，我成全你。顾恒力气很大，我怎么都推不开。这一夜，我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，被迫配合着顾恒的一切动作。他的抚摸和亲吻都让我感到恶心，耳边还不停传来顾恒低沉的声音：不喜欢吗？你让爷爷逼迫我回来，不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吗？装什么装？我埋在枕头里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我后悔了，和顾恒青梅竹马长大，顾恒一直对我很好，直到爸妈对着顾家提出让我和顾恒在一起的意愿后，顾恒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不再笑着摸我的额头，问我最近有没有胃痛，
反而是当着酒会上所有人的面递给我倒了半杯的红酒，以给顾爷爷祝寿为由，逼着我全部喝下去。那晚顾恒喝得很醉，却是顾爷爷给我打来电话，请我把顾恒接回去。窗外灯火通明，屋子里朦朦胧胧，只能看见顾恒的身子。这么想和我在一起吗？顾恒问出那句话时，我的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了，全然没有注意到他的语气有多冰冷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全身都在痛，起身时，顾恒已经不在了。屋子里凌乱不堪，被子掉在地上，我光溜溜的，连件衣服也没有盖在身上，委屈充斥着我整个身体。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扎了进去，还是太天真，太幼稚，竟然以为婚后的日子可以让我们回到从前，却没想到对方现在会这么讨厌我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？我还是没有忍住，低沉的声音问出来。顾恒的动作顿了顿，随即嗤笑一声，他没有回答，我却从他的沉默中得到了答案。和那晚不同的是，迷糊中顾恒给我擦了擦脸，以及第二天清晨醒来时身上完好的盖着被子。顾恒已经走了。下楼时，陈姨叫住我：“太太，今天的菜买好了，你要给先生准备什么午饭？我给你备菜。”顾恒嘴挑，没有喜欢的菜就不会吃饭。结婚后，只要顾恒去公司，我都会给他准备工作餐。可是每次都会嫌弃地扔进垃圾桶里。为了让他好好吃饭，我都让他的助理不要告诉顾恒饭是我做的。听到陈姨的话，我摇了摇头，不了，以后都不用做了。昨晚顾恒对我说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。爷爷让我找顾恒回去，却没有我告诉是为了什么。他自发地以为这些都是我的手笔，拿爷爷来压迫他，就像是我们当初结婚一样。有时候我也想不通，为什么顾恒这么倔强的一个人，突然就答应了和我订婚，甚至和我结婚。爸妈说，顾恒是家里的继承人，不可能忤逆他爷爷的意思。顾爷爷选择了我，所以顾恒也必须和我结婚。想到这里，手机的消息声让我回过神来，是律师给我发过来的离婚协议书。这样的婚姻早就应该结束了。在此以前，我需要去一趟顾家老宅。顾爷爷的书房里，他紧皱着眉头：“丫头，你要是受委屈了，爷爷给你做主。可是离婚不是一件小事，顾苏两家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”顾爷爷的每一个字都像榔头一样打在我的心头。他说的道理我哪里不懂，可是我真的坚持也不想再坚持下去了。砰的一声，我直接跪在顾爷爷的面前：“爷爷，我已经想好了。”书房里响彻着我坚定的声音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这一刻不再是以孙媳妇的名义和他谈话。离婚后，顾苏两家关系如初，我是顾家唯一的女儿，他们希望我幸福。离婚的事情并不是在征求顾爷爷的同意，只是出于长辈的尊重。顾爷爷迟迟不肯开口，我静静地跪在地上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许久，他起身把我扶起来：“丫头，是顾家对不起你，离婚的事情不会再委屈了你的。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和爷爷提。”有了顾爷爷的话在，顾恒的意见就显得不重要了。午饭时，在顾爷爷的要求下，我和他一起吃的午饭。吃到一半，电话声响起来：“今天怎么没有给我做饭？”顾恒的话让我一瞬间愣在原地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也是，他从前又不是没有吃过我做的饭，怎么会吃不出来每天张柱给他吃的饭是谁做的？未等我开口，顾爷爷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手机，还把免提给打开。没想到的对面传来江柔的声音：“阿恒，我给你做了饭，尝一尝吧。
你不是说之前张柱给你准备的饭菜吃腻了吗？听见江柔的话，我面色如常，可还是忍不住自嘲。原来早就已经吃腻了，不想吃就给我饿着，以为自己是哪个老太爷了。老婆娶回来就是让你这样糟蹋的，敢给我招惹些不三不四的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话落，顾爷爷也不等顾恒的回答，直接把电话挂断，回头把手机递给我，一脸愧疚。可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看看就好，终究顾恒才是他的亲孙子。离开顾家老宅时，远远的我依稀听见顾爷爷的声音：“哎，阿恒以后会后悔的。”我只是笑笑。对于顾恒来说，他巴不得我连夜离开那个家呢。下午去律师事务所详谈了一番离婚的事宜后，我特意请对方去了最爱的一家咖啡馆里。正喝着咖啡，门口走进来一对男女，是顾恒和江柔。这家咖啡馆还是我和顾恒关系没有变差之前，我带他来的。你不许带别的女生来呀！顾恒那时对我还是温和的，笑着冲我点头，还说我占有欲强。看着江柔对着顾恒有说有笑的，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苏小姐，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把更改以后的离婚协议书给您发过去。江律师的话让我回过神来，我点点头，想起身时却脑子一阵恍惚。幸好江律师眼疾手快，急忙上前扶住我，才让我没有直接往后摔倒。不过撞到桌子的声音还是把不远处顾恒的目光吸引过来。远远的，我都能看见顾恒死死地盯着对方，握着我的手。江柔还对他说着话，顾恒却执耳不闻，径直朝我这边走过来。干什么呢你？顾恒也不问，一手抓过江律师的手腕，随即转头看着我：“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是吗？爷爷中午都跟我说了，你下午就和别人出来约会。”顾恒凑到我的耳边悄声说：“当初费尽心思嫁给我，现在又为了别的男人和我离婚。”话落，我一巴掌扇到顾恒脸上。江律师想上前解释，却被暴怒的顾恒一拳头打倒在地，连带着手上拿的离婚资料都洒落在地。“你疯了吧你？他是我请的律师。”我想上前阻拦，可气急了的顾恒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。下一秒，肚子一阵疼痛，迷迷糊糊间，我看见顾恒满脸苍白的冲我跑过来：“颜青，别害怕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我马上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”再次睁眼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见我睁眼，顾恒急切地上前拉住我的手：“有没有不舒服？要是不舒服的话，就赶紧告诉我好不好？”这一瞬间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仿佛看见从前一直对我很好的那个人。可江柔的声音让我回到现实，面前这个男人不是从前那个对我好的人了。“颜青，我和顾哥上次都是玩游戏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，不要因为我闹不愉快。”刚刚地上的离婚资料，江柔也看见了，哪怕只是2秒，我也看见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激动。“所以你的朋友圈也是在开玩笑吗？”我的话说得直接，大概连江柔都没有想到我会当着顾恒的面直接问出口。他愣了一会儿，谄笑着：“我发的是别人。”话落，江柔低着头，一脸的心虚。连顾恒也紧皱着眉头。江柔发在朋友圈的那只手是谁的？在场3个人都心知肚明。我收回握在顾恒手心的手，看着他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没想到顾恒只是笑笑，起身摸着我的额头：“说什么胡话呢？你都怀孕了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！”顾恒的话让我的身子一瞬间僵硬。反应过来后，不禁摸上肚子。这个孩子是我期盼已久的，可是他来的不是时候。离了婚，
孩子依然有父亲。江柔站在那头，忍不住插话，眼底的激动都要溢出来了。顾恒，你先让颜青好好再想想什么想？你给我闭嘴！顾恒打断江柔未说完的话，手指着门口的位置：“你先回公司吧，我要在医院照顾我老婆。”江柔一脸的失落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顾恒的眼神吓得匆忙往外走。好不容易等我到我要离婚了，没想到顾恒反对，他能不失落吗？1个月以后，你再决定离不离婚好不好？顾恒走到我的面前，问出这个问题。我不明白，这个结果不应该是他心心念念的才对吗？难道就因为多了一个孩子，有意思吗？顾恒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个孩子就发生任何变化的。话落，顾恒凑到我的跟前，这个距离我甚至能看清他红了的眼眶。你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你想离婚呢就离婚，你对得起我吗？顾恒走后，我还没从他对我说的话里回过神来，怪不得他一夕之间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原来都是我造成的。那时顾恒已经有了一个喜欢的女生，就在自己的一个班级，那个人就是江柔。顾恒创业以后，江柔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的公司，当上了经理。可就在顾恒想要正式和江柔表白时，我爸妈去找了顾爷爷。那个姑娘不适合你，你的公司对于顾家来说不值一提。如果你的公司没了，你觉得江柔还会继续待在你的身边吗？顾恒告诉我，这是顾爷爷对他说的原话。只要顾爷爷想，顾恒的公司可以在一夕之间回到原地。未说出口的心意就这样抑制在了自己的心中，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顾恒宣泄自己失败感情的道具。听到顾恒说的那些话，我简直觉得好笑又可悲。没等我答应他的话，顾恒就拿走了桌上的离婚协议。那天以后，顾恒都没有再来过医院，直到我出院回家时，看见厨房里那个熟悉的背影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糊味。听见我关门的声音，顾恒从厨房里急匆匆地出来，连手上的铲子都忘记了放下。回来啦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。说着，顾恒上前拿过我的包，却被我侧身躲了过去。我不想吃，你自己吃吧。上楼时，余光还能看见顾恒被我拒绝后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紧咬着嘴唇，满脸失望。可我心中只觉得讽刺。顾恒，你失落了吗？就这一次你就觉得委屈了？在你面前这样的场景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。临睡觉前，顾恒来到我的房间。颜青，我给你热了一杯牛奶，你喝了再睡吧。我看着顾恒一步一步靠近我，牛奶的味道涌入鼻息，让我一阵反胃。顾恒连忙把牛奶放下，匆匆上前给我顺着气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李姨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喝牛奶的，我以为你今晚也要喝。”对不起。我挥开顾恒的手，全身都在抗拒着他的触摸。李姨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每天都会喝牛奶，可那是因为我没日没夜的睡不着。听说牛奶促进睡眠，所以强忍着恶心也要喝一杯。没想到的是，现在怀孕以后，对牛奶的厌恶忍都忍不住了。我记得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喝牛奶的，怎么现在怀孕了，口味变得这么快？听到顾恒的话，我不禁抿了抿嘴。那时我和顾恒在一所贵族中学，为了能和他多待一会儿，我骗他我喜欢喝牛奶，让他每天给我的带早饭，把他不喜欢的牛奶给我喝，哪怕我恶心的都要喝吐了，我也强忍着。顾恒还笑话我说苏家这么有钱，连早饭都不给家里人吃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自己真是愚蠢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楼下的说话声吵醒，
来人不仅有顾爷爷，还有我爸妈。看见我起床，我妈还打趣着我，都是要做妈妈的人了，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似的睡到太阳晒屁股？延青想睡就让他多睡一会儿。顾恒的话让我妈很满意，看他就像看着自己亲儿子似的。一股无名火从我脚底升起，顾恒这是在逼我，表面说着给对方1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却背着我告诉长辈们我怀孕的事实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黑着个脸把顾恒喊到一边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和他们说我怀孕的事情？顾恒，你是要逼我是吗？谁知道顾恒就跟没听见我说的话似的，自顾自地拿起纸巾给我擦拭着脸。怎么都出汗了？是不是觉得热了？看顾恒不回答我的模样，我径直绕过他，准备走出去，却在临出门前被他拽住手腕。我只是想好好的和你在一起，就像那天晚上你说的那样。我的心中一颤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如果顾恒这句话说的再早一点，就那么一点，我也许就真的会继续和他在一起的。可我现在真的能累了，不想再尝试了。我没有回答顾恒的话，反手一挥，却没想到力气过度，顾恒的手直接摔到墙角，瞬间出了血。哎呀，延青，你赶紧给小恒处理一下伤口啊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妈出现在我的身后，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我僵在那里。妈，我没事的，青青怀孕了，闻不得血腥味道。顾恒替我解着围，明明是关心我的话，可每一句都让我感到心寒。这些我期待已久的关心和心疼，都不是为了我这个人，只是因为我怀孕了。顾恒不忍心让我怀孕的我闻到血腥味，却忍心让我这个有胃病的人在酒吧喝红酒，喝到住院。这些怎么可能过去呢？我没有接话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只是轻轻瞥了一眼顾恒的伤口，随即走出去，自顾自地吃着早饭。好久没有这么舒心地吃过一顿早饭了，真好。回到房间时，将律师上次提到的完善后的离婚协议发到了我的手机上。顾恒说的1个月的期限只是他单方面的要求，我并没有答应。正看着手机里面的内容，我妈悄声进来，延青，你是不是不想和顾恒继续在一起了？我妈直白的话让我有些呆愣，结果对方只是走过来，温和地摸了摸我的脸，看着他坐在我的身边，就像从前在家时一样。你从小就倔，我和你爸想培养你学钢琴，结果你偷偷跑去学画画，还自己办了画展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在想你这个丫头啊，以后要是在感情上面也这样犯倔怎么办？我妈红了眼眶，可还是笑着。妈，我不管你做什么，我和你爸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不用怕，一个孩子而已，我们苏家还能养不起了。从楼上下来时，我妈冲我爸笑着，看着两人默契的动作。这一瞬间，我心中的想法更加坚定。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来当初我爸妈就已经知道了顾恒娶我的原因。如果他可以一直对你好，那么苏家可以和顾家是一辈子的朋友。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顾恒这么无情，在这个圈子里见多了的都是为了家庭联姻，可不管是对外还是私底下，大多还是相敬如宾的。我和顾恒大概是异类。送走他们后，顾恒转头拉住我的手，怎么，我爸妈刚走就要来问我的罪了？顾恒眼底闪过一丝受伤，我想甩开顾恒，却被他更用力地握紧，直到我佯装吃痛，他才急忙放开我。5分钟后，顾恒拿着一份合同走到我的面前，是一份股份转让合同。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下一秒，顾恒单膝跪在我的面前，缓缓牵起我的手。这里的股份是我在公司所有的股份，
我现在全都给你好不好？”话落，顾恒希冀地看着我，好像是在等我开心地抱住他，然后原谅他在这结婚的3年里对我所做的一切。不好。听见我的回答，顾恒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连带着握住我的手都用上了几分力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把江柔开了吧。我紧接着顾恒的话开口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不管是顾恒的股权还是顾恒的钱，我都无所谓了。甚至于让他把江柔开除，也只是一时兴起说出来的话。可话一出口，我明显的感觉到顾恒身子都僵硬了1秒。换一个好不好？股票、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顾恒说的急切，好像什么都可以给我，但就是不能让江柔离开公司。我以为不会再因为顾恒伤心了，可是看见他的反应，还是没忍住心痛。那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我从包里掏出改好的离婚协议，放在顾恒面前，结果被他1秒夺过去，撕成碎片，扔到垃圾桶里。顾恒，就算是我欠你的，这3年我也还清了，你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离婚后，你想和谁在一起，就可以和谁在一起。我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我法律上的老公，发自内心地问他：这样不好吗？可顾恒的回复却和我刚刚的一模一样，不好。那天起，顾恒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家看我，早上会亲自给我做好早饭，还会给李姨打电话，问我有没有好好吃饭，身体有没有不舒服。可他越是这样做，我就越难受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会想，要是没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成功离婚了？既然顾恒不准备签字离婚，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耗下去了。我当即联系好律师，准备诉讼离婚的事情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顾恒的电话，我没有接，一把挂断了。3分钟以后，李姨走到我面前，把电话递给我。原来顾恒见我不接电话，就给李姨打过去了。虽然心里觉得很烦，可是碍于不能让李姨尴尬，我还是接了过去。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客户，不能回来陪你吃晚饭了。你好好的，想吃什么？我没听完顾恒的话，直接把电话挂断，还给了李姨。以后他的电话不用给我了。另外，帮我收拾一下房间的行李，我要回家一趟。东西收拾到一半，手机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短信，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人却再熟悉不过，2个人的影子相互依偎。照片里露出了江柔的脸，还有顾恒的手臂。下一秒，手机又收到一则消息：听说你要离婚了，那就提前先谢谢了。看见这个消息，我差点没有笑出声。江柔知道现在不想离婚的人是顾恒吗？他要是想娶你，还轮得到你来这里找我吗？我发出去的短信，江柔并没有回复，大概是不知道怎么回吧。不过还是谢谢他，不然我也不会知道原来顾恒说的应酬是这样应酬。没想到的是，下午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李姨一听是找我的，当即就把江柔放了进来，随即出门采买。见到我时，我刚从房门出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江柔笑着，像是参观未来的房子一样，左瞧瞧右看看，真好看啊，完全就是我当初梦想中的装修模样。看我面无表情的模样，江柔脸色瞬间变了，手指着我就开始吼叫。这里住着的人应该是我才对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装饰，都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和顾恒是互相喜欢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不会分开。当初要结婚时，我曾经委婉地朝顾恒说起过我不惜黄这个房子的装修。爸妈说，最近开了一个新的楼盘，离你的公司还有我的画室都很近，要不这个房子本来就不是为你准备的。顾恒说这话时脸都是黑的，
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我，只是没有想到原来是给江柔准备的。我忍不住自嘲，怪不得顾恒甚至不愿意在离婚和开除他之间做出选择。那又怎样呢？住进来的照样不是你。大概是因为我的反应完全不在江柔的反应之内，江柔的脸色有一瞬间的错愣。如果不是提前几天就已经知道了江柔和顾恒的过往，我现在或许会如江柔所想，直接在他的面前崩溃大哭。你知道了对不对？所以你不愿意离婚，甚至让顾恒开除我，对不对？我有些吃惊，没有想到顾恒真的对他提出了这件事情。可是我没有对江柔解释的必要。你是在找李姨吗？她出去了，现在这个家只有我们2个人。江柔说着，一步步朝楼梯处走来，心里有个不好的预感，想拿出手机打电话，却发现手机被放在了房间里。就在我转身回房间的时刻，江柔突然冲上前来，她突然的动作把我吓得脸色苍白。江柔却对我的反应很满意，甚至是对我笑意盈盈的。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顾恒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的。要是你的孩子不在，你本来就连情人都算不上，就算没有孩子，顾恒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听到江柔提及我的孩子，我慌张打断她的话，一只手紧紧地扶住自己的肚子。下一秒，门口传来开门的声音，顾恒回来了。看见江柔和我站在楼梯转角处时，顾恒脸色都变了，随即咽了咽口水。江柔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事下来和我说吧。言青不舒服，需要休息。话落，顾恒冲江柔缓缓伸出手，江柔却跟没听见似的，转头看着我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猛地一拉，一股失重的感觉弥漫全身，江柔和我一起跌落楼梯。我听见顾恒惊恐的叫声“言青”，随即而来的是从肚子传来的剧烈疼痛，让我蜷缩着身子。远远的，我看见顾恒朝我跑来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有个小女孩向我招手，可等我靠近时，她又跑远了。我疯狂地追赶，却始终只能看见她的背影。言青，言青，一个声音传进我的耳朵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四周围满了人，对面就是顾恒，喊我的是妈妈。看我醒来后，第一时间朝肚子摸去。我妈红了眼眶，是不是没了？周围没人回答我的问题。许久，顾恒点点头。言青，我们还会有。啪的一声，我爸一巴掌打到顾恒的脸上，直接打断他说的话。顾爷爷站在一边，丝毫没有阻止的动作。这个孩子没了，我的心就像是被人举着一样发疼。看着对面的顾恒，我缓缓开口：“爸妈，我想和顾恒单独说说话。”临出门前，我妈把离婚协议递给我。顾恒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协议，直到只有我们2个人。顾恒上前拉住我的手，双腿跪在我的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言青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保护好你的，我应该保护好我们的孩子的。”话落，顾恒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打到自己的脸上，我没有收回手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那天，顾恒撒谎了，他没有应酬，他约了江柔去了从前经常去的湖边。在那里，顾恒告诉他，从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言青怀孕了，江柔却会错了意，你们之间没有感情，不都是因为家族才在一起的吗？我不介意的，阿恒，你知道我的心意的。对于江柔的感情，顾恒一直知道，不然也不会纵容他从前在我面前赤裸裸的挑衅。可这次，顾恒推开了他的手。我爱他，我想和他好好的。听到顾恒说起那天的事情，我不禁笑出声。你的爱可真是太垃圾了，还是给别人吧。
顾恒想要解释，被我打断。我要是说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你和江柔的事情，你相信吗？话落，顾恒脸上闪过一丝错愣，连他也想象不到，但是无所谓了。我以为我是欠你的，可不是的。我看着顾恒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是你放弃江柔的，是你放弃这段还没有开始的感情，也是你在这3年里一直蹉跎我的真心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失去的孩子。我哽咽着挥开顾恒想擦拭我眼泪的手，如果你真的对我有一丝感情，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顾恒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，我任由他握着我的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顾恒颤颤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在离婚协议上签好了字。我不想离婚，可我希望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，简直是讽刺。那天以后，顾恒每天雷打不动地来医院，都被我家里人给轰了出去。直到去民政局拿离婚证时，我们见了最后一面，江柔已经被判刑了。顾恒观察着我的神色，我没有回应他。当天晚上，我买了去国外的机票。和顾恒在一起后，我几乎搁置了自己的爱好。到国外第2天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，顾恒在我家外面跪了一整夜，今天早上住进了医院。他知道你出国不回来以后，求着我们告诉他你去了哪里。我们没说，他就一直跪着。我嗤笑一声，自顾自地画着画。我和你爸准备把国内的产业慢慢朝国外发展，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。听见我妈的话，我才想到这些年因为顾恒，我几乎忽略了我的家人，可他们一直在我的身后。半个月后，我们一家在国外团聚，家里的保姆多次打电话告诉我们，顾恒没日没夜地去那里找我们。他始终不愿意相信我们一家移民的事实，被保姆拦下来以后，还试图闯进我家，结果被保姆报警抓了起来。顾爷爷一气之下直接进了医院，并扬言顾家不只有他一个继承人，顾恒的后妈还有一个孩子。这下他的位置岌岌可危。不过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了，我的未来还长着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